台湾网民提出换岛方案，去外国买岛迁移，把台湾留给大陆，可行吗？台湾有网民近日提出了一个想法，想要花钱购买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之后可以将全部的台湾人迁往这个小岛，那么台湾岛便可以归还给我们大陆。这个想法的可行性有多大？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塔斯马尼亚岛的基本情况。塔斯马尼亚岛位于澳大利亚的东南侧，紧邻墨尔本南侧约240公里处。它横跨巴斯海峡，是澳大利亚唯一岛州塔斯马尼亚州的主要部分。该岛面积约 6.45 万平方公里，因其形状酷似心形，被誉为世界的心脏。塔斯马尼亚岛的生态资源丰富，享有天然之州的美誉。岛上蕴藏着丰富的铁、锌、铅、锡等金属矿藏，为岛上的矿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岛屿的中部和西部还蕴藏着澳大利亚主要的水电潜能，例如皮曼湖的部分区域已经开发成水电站，福斯河上的塞沙纳坝是澳大利亚的重要水电工程，其大坝高度达到了110米，库容量达到 1.46 亿立方米，装机容量更可达10万千瓦。而更为壮观的是皮曼河上的里斯坝，其水库总库容高达 6.41 亿立方米，水电站装机容量更是高达 23.8 万千瓦。除了这些自然资源，塔斯马尼亚岛在战略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东临塔斯曼海，西接印度洋，是南半球连接两大洋的关键枢纽。此外，它与南极洲相望，距离仅约2500公里，成为了连接澳大利亚与南极的重要通道。霍巴特港位于岛屿的东南侧，是岛上最大的港口，也是远航南太平洋进入南极大陆的重要门户，具有非凡的战略价值。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来看，塔斯马尼亚岛周围海域环境简单，除了与澳大利亚相邻，仅有新西兰与之相伴，这使得它不易被卷入大国之间的纷争和博弈，成为了一片宁静而宝贵的宝地。台湾网民提出的购买岛屿的想法能实现吗？全球花钱购买领土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在1867年，俄罗斯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竟然将约 151.9 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州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而且还是他自己主动提出的售卖。阿拉斯加现今的 GDP 更是高达700亿美元。根据现有的交易来看，塔斯马尼亚的沃特豪斯岛是一座未开发的岛屿，其以550万澳元的价格售出，总面积约300公顷。这样计算下来，每公顷的价格约为 1.83 万澳元。实际上，像这样的毛坯岛占据了塔斯马尼亚岛总面积的 95% 左右。若想购买整个岛，其价格将高达 11.7 万亿澳元以上。再加上剩余的 5% 的精装岛，总价将接近13至14万亿澳元。近年来，台湾省的经济增长也相当可观，2023年的 GDP 达 23.55 万亿新台币，2024年增长了2746亿新台币。按照当前的汇率换算，1新台币约等于 0.0485 澳元。这意味着2023年的总 GDP 大约相当于 1.142 万亿澳元。因此，若想以当年美国购买阿拉斯加的方式购买整个塔斯马尼亚岛，这需要台湾省10年以上的生产总值。另外，澳大利亚方面也不会轻易同意。台湾人迁移方案的可行性。购买海外岛屿进行大规模人口迁移的设想，在现实中遭遇多重难题。以塔斯马尼亚岛为例，其独特的地形与气候虽然引人注目，但并不适宜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岛上大部分区域被划定为国家级公园或自然保护区，开发空间严重受限，这为迁移计划带来了实质性的挑战。此外，塔斯马尼亚岛的经济基础以农业、林业和旅游业为主导，缺乏强大的工业支撑，其经济结构难以承受大规模人口和产业的转移所带来的压力。尽管地理位置上远离大陆，但塔斯马尼亚岛与澳大利亚大陆之间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然而，霍巴特机场仅允许国内航班运营，且对进口新鲜水果和鱼类的严格限制，凸显了该岛在资源流通方面的局限性。
即便塔斯马尼亚岛的自然资源丰富，但其生态系统却异常脆弱。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可能对这片土地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同时，尽管岛上的矿产资源种类多样，但储量有限，难以满足大规模工业发展的需求。综上所述，台湾网民去外国买岛迁移的想法在现实中缺乏可行性，还需要更多的考虑和评估。泰国柬埔寨冲突升级，除了因为领土争端外，背后还隐藏深层原因。在国与国交往的历程中，领土纷争始终是阻碍关系发展的绊脚石。泰国与柬埔寨作为邻国，同样深受其扰。今天就让我们来探究泰国与柬埔寨领土争端的起源及当前状况。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博威夏寺的基本情况。百威夏寺位于柬埔寨博威夏省与泰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地理位置偏僻。它是一座古代高棉印度教寺庙，处于博威夏省管辖之下。博威夏寺修建于海拔525米高的悬崖上，其面积 1.55 平方公里，缓冲区面积 26.43 平方公里，分布在长800米、宽400米的范围内，共4层，并且有4个庭院。这处遗址之所以卓尔不群，原因就是它正位于海边的悬崖之上，从险峻的绝壁上可以远眺广阔的平原和连绵起伏的群山。其次，建筑风格与周围的环境及神庙的宗教功能融为一体。最后是神庙里的石雕装饰非常精美。2. 泰柬冲突再起并迅速升级。泰柬边界的争端可以追溯到法国殖民时期对边界的划分。19世纪60年代，法国加紧入侵柬埔寨，并与泰国签订法泰条约，由此柬埔寨就成为法国和泰国双方利益冲控的牺牲品，这为后来柬泰双方边界领土争端埋下了祸根。19世纪末的法仙公约和法仙边界条约虽然为两国划定了大致的疆界，但在某些关键区域，如博威夏寺仍存在表述的模糊性。此寺庙对两国的意义重大，在柬埔寨，它被尊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和高棉文明的瑰宝，在泰国则被视为暹罗文明的延伸。1962年国际法院的裁定使博威夏寺归属柬埔寨，但并未明确寺周边 4.6 平方公里领土的主权归属，这导致泰国长期拒绝完全撤军。这种主权归柬、通岛在泰的矛盾状况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隐患。由于两国在领土问题上的历史认知和叙事存在严重分歧，使得领土矛盾难以解决，时常引发冲突。这种争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日益复杂化，需要双方通过对话和妥协来寻求和平解决方案。这几天在博威夏寺，泰国与柬埔寨爆发了一场武装冲突。据泰国陆军24日表示，当天早上，柬埔寨方面在边境地区率先开枪后，双方发生冲突。从目前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边境冲突已经升级为大规模武装对抗。战火最初从肃林和乌汶等边境地区爆发，起初是小规模巡逻交火，但很快扩展为连续炮击、火箭袭击乃至空袭。到了7月26日，泰国一方已有超过13万人被迫撤离，柬埔寨这边的情况也不乐观，数万人流离失所。检方指责泰国越境轰炸，其多个边防据点和弹药仓库遭到空袭摧毁。3. 泰柬两国爆发军事冲突的原因。近期边境冲突在泰柬两国间爆发，双方各执一词，互相指责对方先动手，并给出各种理由。然而国内某些媒体似乎得到了一条引人注目的闭源情报，普遍认为冲突的起因是柬埔寨和泰国在博威夏寺周边地区发现了价值6000亿美元的稀土矿藏，两国同时启动了秘密勘探工作。这一行动在巡逻过程中产生了摩擦，最终导致了边境冲突发生。然而经过世界观察局的深入调查，并未在泰国和柬埔寨的新闻媒体中找到关于稀土的任何报道。同时在地质期刊中未发现塔门通寺地区存在大规模稀土矿产的记录。事实上，根据最新的地质资源评估报告显示，柬埔寨已探明的矿产主要以金、铁、锡等传统矿产为主，稀土元素的含量并未达到工业开采的标准。地质学家的研究也表明，博威夏寺地区缺乏形成大型稀土矿床所需的特定地质条件，如碳酸盐脉或离子吸附型粘土沉积层。该地区的地质构造更适合有色金属矿的生成，而非稀土矿的富集。因此，这场边境冲突可能并非单纯因为资源争夺。从政治角度分析，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上台后，其外交政策更加自主和进取，展现出强烈的姿态。而泰国方面，近期发生的通化门事件引发了政府信任危机，
背后涉及泰国民选政府与军方之间的矛盾。此外，泰国政坛革新派力量在佩通坦被停止后，明显服从于军方和社会民意，支持军方对柬埔寨的大规模打击，这进一步加剧了泰柬之间的矛盾，使得这场边境更像是一场以的战斗。一脚踏3省，中国消费最低的古镇200元可以畅玩3个省。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隐藏着无数令人心驰神往的古镇，他们或依山傍水，或隐于深巷，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还有一些超酷的地理现象，那就是一脚踏3省的打卡地。这3个省份的边界在这里完美交汇，不仅是个地理界的网红点，更是文化混搭、历史沉淀的集散地。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花园县的边城茶洞。花园县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县，总面积109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4.21万，城镇化率可达 45.56%。花园县地势东南西3面高，北部低，最高的莲花山海拔1159米，最低的狮子桥海拔212米。2023年，花园县地区生产总值 82.38 亿元，同比增长 1.8%。边城镇地处花园县西北部，与贵州省松桃县、重庆市秀山县以及湖南保经县接壤，总面积 76.95 平方公里。边城镇境内大部为丘陵地带，地势略为西高东低，南高北低。边城镇境内矿产资源主要为铅锌矿，地质储量150万吨，可采储量为100万吨。边城茶洞景区是位于花园县的4级景区，亦被称为边城镇，正处于重庆、贵州、湖南3省的交界处，是湘西著名的古镇之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游客可以轻松体验一脚踏3省的奇妙感受。镇内清水河蜿蜒流过，吊脚楼依水而建，河岸两侧分别是湖南与重庆，只需搭乘廉价的渡船，便可在短时间内跨越2省，继续前行，便可踏入贵州的疆域。漫步于古镇之中，可以欣赏到临水的古码头、历史悠久的乌篷船、摆渡的老人以及青石铺就的小路。这里的人文气息和独特民俗风情无处不在，浓郁而深远。正如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并非凤凰古城，而是眼前这座充满魅力的茶洞古镇。边城古镇始建于1803年，已有200多年历史沉淀。自清朝至民国时期，茶洞因其繁荣景象被赞誉为小南京，是湘西地区重要的商贸交汇之地。古镇建筑独具湘西特色，木构青瓦、或屋面、马头墙的造型中流露出古雅气息。街道布局独特，以山间平地与河流两侧为主轴，构建出3横1竖的街道体系。蜿蜒曲折的石板路旁，古店林立，随风摇曳的招牌与幌子仿佛在诉说着古镇的历史与文化。茶洞的每一处都弥漫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古朴的韵味。2. 景色不输乌镇的青木川。青木川古镇坐落于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地处陕、甘、川3省交界的黄金地带，南接四川省清川县，北临甘肃省康县、武都区，地理位置极为独特。宁强县正处于秦岭和巴山2大山系的交汇地带，地形多呈 V 型构造，境内东南高，西北低，其东西长 101.65 千米，南北宽 65.32 千米，面积 3260.34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24.98 万。2022年，宁强县生产总值 139.13 亿元，比上年增长 7.4%。青木川古镇的周边交通十分便捷，无论是快速的高速公路还是稳健的铁路线，都能轻松将游客带到此地，为游客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青木川古镇独具魅力，与江南水乡的柔情和华北古城的雄浑有所不同。它巧妙地融合在山水之间，散发出一种别样的韵味。这里自然风光秀美，山峦叠嶂，溪流潺潺，古树参天，形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风景。古镇因川道遍植青木而得名，历史悠久，宛如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生态环境的优越性使得这里植被繁茂，空气清新。古镇内明清古建筑保存完好，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两旁古色古香的店铺琳琅满目，仿佛让人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繁华的年代。青木川虽名不见经传，却如世外桃源般远离尘世纷扰，营造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宁静与和谐。此地无喧嚣之音，无拥挤之态，唯于心灵的平静与生活的恬淡。古镇依山傍水，古色古香的建筑与清澈的河水交相辉映，
形成一幅美丽的画卷。老街布局独特，呈优美的弧形展开，两旁商铺林立，售卖着各具特色的地方特产。此外，烟馆旧址、荣盛奎等历史遗迹得以保留，仿佛让人穿越时空，感受往昔的繁华与喧嚣。漫步其中，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体验到一种别样的宁静与美好。强度越来越高，俄勘察家发生 8.8 级地震，为何环太平洋地震频发？7月30日上午，位于勘察加半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东南约136公里海域发生了强烈地震，震级在网络上存在 8.7 级和 8.8 级的不同说法，震源深度达到18公里。俄罗斯媒体报道称，强震大约持续了6分钟，勘察加半岛、萨哈林州北千岛群岛附近受到影响。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世界的尽头，勘察加半岛。勘察加半岛位于亚洲东北部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俄罗斯仅次于科拉半岛的第2大半岛，西临鄂霍次克海，东临太平洋和白令海。勘察加半岛南北最长跨度约1200千米，东西两端的最宽处达480千米，面积约37万平方公里。勘察加半岛上有2条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平行山脉，分别为斯列金内山脉和沃斯托内奇山脉。狭长的中央勘察加低地正处于两山之间，因地形较为平坦，全长为758千米的勘察加河流经此地，流域面积可达 5.59 万平方公里。作为全球火山地震最为频繁的勘察加半岛，这里的火山超过了160座，其中活火山就达到了29座。海拔高达4750米的克柳切夫火山是半岛上的最高活火山。勘察加半岛上的人口约 34.92 万，主要居民为俄罗斯人、楚科奇人和勘察加人。这里的渔业资源非常丰富，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就是渔业捕捞，工业以鱼类加工和木材加工为主。另外，因为勘察加半岛上的火山、间歇泉、冰川、瀑布等自然景观，使其成为了较为受欢迎的旅游地。而且这里的森林广布，森林覆盖率也占半岛面积的 40%。勘察加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如金、铜、天然气、煤炭等储量都十分丰富，但目前这些资源尚未得到大规模的开采利用。在半岛南端有一座俄罗斯建设的小规模地热发电站，巧妙地利用了地下的热能资源来发电。从军事战略角度看，勘察加半岛的地位举足轻重，因其直接面向太平洋，且被海洋环绕，为潜艇提供了极佳的隐蔽场所。其地理位置也是连接俄罗斯各大海军舰队的黄金航线，能够在战争爆发时迅速集结各路战队。此外，半岛东面的白令海是亚洲与北美洲的连接点，不仅是北方海上航线的终点，还是连接北冰洋与太平洋的唯一通道。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于俄罗斯北极地区及远东、美国、加拿大等地的海上交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2. 勘察加半岛发生地震。据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部门记录，此次地震引发了高达4米的海啸，不仅在勘察加半岛附近造成影响，还在俄罗斯和日本引发了海啸预警。此外，夏威夷、阿拉斯加和太平洋其他地区也收到了危险海浪的警告。据日本媒体报道，北海道海岸线已经观测到约3米高的海浪，而位于札幌市的北海道厅警告称，后续海浪可能会更高。同时，美国国家海啸预警中心向美国西海岸以及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的部分地区发布了海啸警报，整个夏威夷州也生效了海啸警告。从中国军事爱好者的视角来看，此次勘察加半岛附近海域发生的 8.8 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可能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海上力量构成一定影响。据情报资料显示，该地区是太平洋西北部海域的地震中心，距离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的重要基地维柳钦斯克海军基地仅不到100公里。该基地不仅是俄罗斯在远东地区最大的核潜艇母港，也是俄海基核力量的核心部署区域之一。因此，此次地震及引发的海啸极有可能对停泊在基地的核潜艇造成影响。3. 为何环太平洋地震频发？据科学研究统计，全球大约 75% 的活火山和高达 85% 至 90% 的板块边界地震都集中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该地壳活动带并非单一片面的连续山脉，而是一系列火山、岛湖、山脉和海沟所构成的复杂弧形地带。它从南半球的新西兰起始，沿澳大利亚东侧的一系列火山岛湖北上，穿越东南亚的火山密集区，如菲律宾、印尼和日本。
随后他向东北延伸至勘察加半岛和阿留申群岛，再沿着北美洲西海岸向南延伸，最终抵达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这一路径跨越多个大洲和海域，连接了太平洋两岸的地质活动热点。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地貌特征多样，包括深达数千米的海沟，如11034米的马里亚纳海沟，以及高耸的火山，如3776米富士山，还有绵延的山脉，如长达8900公里安第斯山脉。这些地貌的形成与板块运动密切相关。太平洋周围地震频发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个地区是地球上最为活跃的板块边界之一。在这里，太平洋板块与其他板块的相互碰撞、滑动和分离，都会导致地震和火山活动的发生。万亿之城烟台，南穷北富，内部的意难平是什么？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烟台生产总值为10162.46亿元，经济总量历史性迈上万亿元台阶，成为山东省第3个万亿级城市，也是全国第26个 GDP 过万亿元的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烟台作为经济大省的沿海开放城市，其内部的差异很大，整体呈现出南穷北富的发展格局。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烟台内部发展的意难平，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浓情果香，甜美栖霞。位于烟台市中部的栖霞市，是烟台市唯一不靠海的内陆市，东西两端最长距离可达63千米，南北跨度有46千米，总面积为1793.25平方公里，总人口42.52万。它属暖温带东亚大陆性季风型半湿润气候，四季交替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栖霞市地处丘陵山区，境内群山起伏，丘陵连绵，有大小山峰2500余座，素有交通屋脊之称。海拔814米的一山主峰是栖霞市的最高点，也是一座风景名胜山。栖霞是烟台、龙口、莱阳、海洋等下游地区的水资源宝库，其环保标准达到了行业顶尖水平。然而其项目审核严格，导致栖霞的发展步伐显得艰难。该地区的主导产业是苹果种植，农业模式以家庭式农耕为主，但随着种植户逐渐老龄化，农业收益逐渐减少。尽管栖霞红富士苹果名扬全国，但面临其他产区的品牌竞争和电商直播的价格战，农民的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2023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309.30亿元。2. 中国梨乡，莱阳。地处山东半岛中部的莱阳市，东西最大横距35千米，南北最大纵距65千米，总面积173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9.5万，为第一山丘陵区，山丘起伏和缓，沟壑纵横交错，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属温带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为655.6毫米。莱阳昔日曾拥有令人瞩目的辉煌。40年前，莱动、莱托、莱卷以及烟夷肉联等4大国有企业共同铸就了这座城市的繁荣。尤其是莱动，在巅峰时期员工数量破万，成为莱阳无可争议的标志性企业。此外，莱阳农学院的研究成果，如成功培育出我国首例健康成活的体细胞克隆牛康康和双双，也使莱阳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然而如今的莱阳已不复往日的荣光，它的衰落仿佛是东北地区集体衰落的缩影。老旧的体制机制束缚了其发展的活力，国企的倒闭、民企的萎靡，以及小富即安的保守思维，都让莱阳错失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机。这导致经济连年下滑，年轻人纷纷离乡背井，令莱阳人民深感痛心。2023年，莱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14.39亿元，同比增长 5.2%。3. 在烟台存在感最低的莱州。位于烟台市西部的莱州市，西临渤海莱州湾，海岸线108千米，陆域面积1,928平方公里，总人口80.63万。莱州市属胶东丘陵，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另外还有云峰山、大基山、千佛阁、黄金海岸等旅游景点。目前已探明的矿产有30余种，如金、铁、铜等，其中金矿资源丰富。2024年，莱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87.5亿元，同比增长 6.1%。烟台地区流传着一种说法，叶县鬼子、黄县嘴子、蓬莱腿子，其中叶县鬼子实际上指的是莱州人。莱州人以其出色的经商能力在胶东地区享有盛名。在80-90年代，莱州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如化工、机械、石材和塑料等行业蓬勃发展，
吸引了众多外来务工人员，为莱州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然而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莱州关停了大量散乱无企业，造成了显著的产值损失，企业数量也大幅减少。莱州地处燕青为三地交界，尽管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交通不便一直是制约企业投资莱州的重要因素。尽管2024年维燕高铁将成为经过莱州的第一个高铁路线，但莱州的经济发展已经历了长期的衰落，这让当地人感到无法忍受。维燕高铁线甚至成了莱州人离开的便利通道。曾经稳居全国100强中上游的莱州，如今已逐渐下滑至下游位置。在考察中国城市发展案例时，不难发现广州从化区与浙江衢州市也曾遭遇烟台旗下莱阳、莱州等地所面临的挑战，但两地近期在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烟台若能借鉴其经验，或许能揭示内部区域发展不均的谜题。在环渤海城市群中，哪座城市最宜居？未来的你会在哪座城市？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海滨城市养老或者度假，因为海滨城市不仅有美丽的海景，还能提供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优质的服务。在我国就有很多海滨城市因气候、环境、生活成本、医疗教育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表现突出而备受关注。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环渤海地区最宜居的城市，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大连位于辽东半岛南端，位于黄海与渤海交汇，被誉为了北方明珠。这里不仅是美食的天堂，海鲜的鲜美与东北风味的巧妙融合更是让人垂涎欲滴。它地处北半球暖温带地区，属于具有海洋性特点的温带季风气候，总面积1257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54.4万。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达9516.9亿元，比上年增长 5.2%。大连的宜居性得益于其卓越的自然环境和高标准城市规划。作为全国文明与卫生城市，街道干净整洁，绿化覆盖率高达 43%。滨海路、星海公园等都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此外，大连作为东北对外开放的门户，融合了海洋的浪漫与都市的繁华。中山广场的欧式建筑群让人回想起殖民时期的历史，而东港商务区的摩天大楼则展现了现代都市的活力。旅顺的樱花、金石滩的奇石、老虎滩的海洋公园以及棒槌岛的静谧，都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无尽的诗意与浪漫。大连这座城市以其独特的魅力，诠释着浪漫之都的内涵。烟台与威海紧密相邻，坐落于山东半岛的黄金海岸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交汇点。其北部濒临渤海和黄海，与辽东半岛对峙，并与大连市隔海相望，总面积1393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03.52万。这座城市因张裕葡萄酒而广为人知，更因其如诗如画的仙境海岸而闻名遐迩。在经济上，烟台凭借其港口优势和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多年稳居山东省 GDP 的前列，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2024年已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8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6.1%。此外，烟台还是国家森林城市，将生态宜居的观念深深烙印在城市的文化基因中。蓬莱阁的云雾缭绕，长岛的渔村风情，养马岛的碧海金沙画卷，共同绘制出烟台的灵秀图景。滨海广场的晨曦之光，烟台山的落日余晖，朝阳街的古色古香，无一不展现烟台山海与文化的和谐共生。烟台人民的幸福感来源于鲜美生活，春季的樱桃盛宴，秋季的苹果丰收，四季不断的海鲜美味，以及那碗热气腾腾的本地特色面食，这些都是烟台烟火气息的馈赠。威海地处山东半岛的东端，属北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总面积5822.5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291.46万。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为3728.62亿元，比上年增长 5.8%。威海荣誉满载，是中国首个国家卫生城市，并荣获联合国人居署颁发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赞誉。近年来，威海持续推进生态建设，成功打造了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将刘公岛、成山头以及乳山银滩等自然和人文景观紧密相连。作为全国首个无废城市建设的试验田，威海在垃圾分类和循环经济方面表现出色，居民的环保意识深入人心。威海的宜居性不仅体现在自然环境的优美，更体现在其慢生活的哲学之中。从清晨的环海路骑行，到午后的海草坊村落探访，再到傍晚的韩月坊美食体验，
无不展现出这座滨海小城的宁静与温情。在2023年，威海再次被选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这充分证明了其公园城市理念的成功与实践。青岛市地处山东半岛南部，东部与南部濒临黄海，总面积为1129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44.25万。青岛位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夏季气温宜人，大约在25度左右，湿度恰到好处。这里既没有南方那种闷热的潮湿，也没有北方内陆的干燥炎热，城市依山傍海，海景壮丽，自然风光丰富。崂山作为海上名山第一，与大海交相辉映，景色如画。城市内公园众多，绿意盎然，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触手可及。空气质量优良，今年的优良率高达 85.1%， 为市民提供了清新的生活环境。青岛交通便利，拥有高铁站和国际机场，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这里的医疗和教育资源优质，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职业教育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青岛的海洋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聚集。202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19.46亿元，比上年增长 5.7%。